人旁观，微笑后的谎，谁在掩盖破绽？爱恨都不敢，当回忆不停向我哭喊，当理想被现实而宣判，就算情感试图掐住手腕，面对贪婪，我绝不心软。哦，自尊擦亮命运的双手一摊，眼神写上我看似狂妄。哦哦，奉陪大地，谁都不怕，愤怒狂燃世间的丧钟敲响，看那希望在绝处绽放。哦哦，我让泪都风干。若真相真的可以用线索来推算，男人心的善恶应该用什么衡量？若结局它最后不过是一个虚幻，我一定会奋战。你们都在忙些什么？还不是在忙碰的 case。碰的 case，他的线索不是已经断了吗？那你还记得他早上的穿着吗？好像是件蓝色的外套。先喝杯饮料吧。谢谢。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得上忙啊？方若婷，你应该认识吧？认识，他怎么了？我们怀疑他是雇佣砰来杀死胡世坚的幕后黑手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这么做？你跟他的交情不错吧？你还蛮了解他的。那倒不会，他这个人的个性很孤僻，平时除了客人很少和我聊天。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昨天中午，哪里？什么时间？昨天中午大概12点多，我舅舅的钱包落在他车里，当时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，所以他就约我在他家楼下拿回钱包。我当时还在他家楼下的贩卖机买了一瓶饮料，过后就搭德士回家。那好，我们没有别的问题，谢谢你的协助。看来只是一场巧合，这件事应该和陈宇没有关系。我感觉他太冷静了。毕竟他以前也是警察，冷静也是自然。会不会是你太敏感了？我也希望是我太敏感，不过还是要查清楚真相。你去查他的通话记录，看有没有可疑的电话号码。嗯，知道了。喂，清汉，什么事？好，我们马上回来。有目击者在方若停汽车的地方看到一辆可疑的车子。李先生，你是什么时候看到可疑的车啊？可以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吗？当时我提着大包小包的要去拿我的车，结果忽然间看一个车啊，踩油门就冲了过来啊！那你有没有在现场或车上看到这个女人？好，谢谢。洪达明先生，你们是谁？我是特别专案调查组的黄志杰，我们怀疑你涉嫌一宗协助嫌犯逃逸的案件，请你跟我们回去解决。而且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台车子跟涉及的案件有关，需要扣留做进一步调查。好。他叫方若婷，是一名在逃嫌犯。让我提醒你，卧藏嫌犯或者协助他们逃跑是犯法的。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
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昨天下午1点多，你在哪里？昨天我做了很多事情，想不起来了。我们在你的车后座发现被清理过的血迹，当时方若婷的腿部受伤，就这样她把血迹留在你的车上，对不对？你们误会啦，前几天我的狗受伤流血了，我送它去看兽医的时候弄到的。血迹已经被送去化验了，你的谎言很快就会被拆穿，你怎么还是不肯说出真相？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信不信由你们。是你。你发烧了。我是什么打算？他说，等你养好伤以后，马上想办法把你送出国。警方已经找到洪达明，他们连人带车一起扣留，正在进行调查。放心好了，他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我刚才去见过方若婷，他情况怎么样？伤口发炎，一直冒冷汗，发高烧。他需要什么药物的话，尽管说，我找人去买。以他目前的情况来说，再拖下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他不可能去医院的。警方现在已经查到洪达明的工作地点，我担心再查下去，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方若婷的下落。尽快把他转移阵地，我再帮他找个医生。可是现在警方查得那么紧，这么做可能会很冒险。既然是这样，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缩短他承受的痛苦。请问您认识洪达明先生吗？他是我同事，他怎么了？他可能涉及一宗协助嫌犯逃脱案。他最近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吗？没什么，我们最近工作班次的不同，没什么机会见到他。那请问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3个星期吧。谢谢你，我们去问别人吧。等一下。前天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在停放货柜的地方看到达明的车。几点？他在做什么？2点左右吧。我没有看到其他人。我记得那天是他休假日，我们还笑他这么爱公司，连放假都回来工作。若婷，若婷，
到底有没有按时吃药？怎么好像越来越严重？我来帮你清洗伤口吧。方若婷可能被洪达明藏在货柜箱里，我们要尽快找到他。2人一组，母方。对。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缩短他承受的痛苦。可是，方若婷不是从小就跟着你一起，而且她一直以来都对你忠心耿耿。做大事的人就要果断，不管什么人，只要危害到集团，就一定要被铲除。Ma'am， 有发现。Ma'am， 我们在里面发现血迹和医疗用品，这里应该是方若婷常去的地方。Ma'am， 我们找到时已经不见人影。谢谢。终于回到家了。恭喜你，终于可以出院了。是啊，学妹姐，欢迎你回家。学妹，你的气色真的好多了，一定很快能够完全康复的。你要赶快好起来，我们就可以去逛街跟唱歌了。学妹姐啊，送你了。谢谢你们。我才要谢谢你，没有放弃自己，重新回到这个家。好了，食物都凉了，先过去吃吧。走吧。开动啊！哇，水煮到这么多啊！秀凤姐还有我准备的，是大家多吃点啊。过奖了，来，谢谢。学妹姐，学妹不能用筷子，给她叉子吧。对不起啊，那我可以。来，学妹。让我来帮你吧。不用。没关系的，以后我就当你的筷子。我不想拖累你。我们不是说好不要提什么拖累、负担的吗？啊？我
我可能一辈子都好不了。1年、2年、10年，你能忍多久？上次我向你求婚的时候，我说过我会照顾你，陪伴你，守护你一辈子，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觉得什么拖累，这本来就是我想做的事。就像这枚婚戒一样，是我失而复得的幸福。我绝不会让自己再失去一次。我想请大家做个见证，让我再求婚一次。雪梅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，嫁给我。好吗？学妹，桂祥这么有诚意，你就答应他吧。是啊，雪梅姐，你就答应他吧。是啊，学妹，你不答应，我答应哦。嫁给他吧。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拍照拍了大半天，肚子饿了吧？我们到附近吃点东西。我不要。哎，桂香。哎 ，Gary， 这么巧啊？哇，买了这么豪华的车子，找到新工作了。学美出院了。前几天刚出院。对了，听我妈说，你们经历了一些事情。总算撑过去了。我们现在准备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。哦，你们打算结婚？我们刚拍了婚纱照。恭喜你们啦！学妹，你真的很幸运，找了桂祥这么好的男人，下半辈子都不用愁啦。哦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累了吧？我们回去休息。我们根据科技罪案调查组的报告，确认了用过郑进发家用无线网络的，包括他和他朋友的手机、手提电脑和智能电视。不过有一台 JA039456的手提电脑不是他们的。你们快去 J 的总公司查一查。看这台手提电脑的买主是谁？我和麦去查过了，不过他们说买主没有申请warranty，所以查不到身份。马上集合所有组员，我们准备行动。我们以曾庆发的住所为中心点，到附近的主屋单位去询问，看看哪些居民有 J 的手提电脑。桂祥，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们在附近办案，你住在这个单位啊？是啊。水美出院了，她现在怎么样？已经好多了，
他现在在房里休息。对了，桂祥，你有没有用过 J 的手提电脑？或者你有看过你邻居正在用？没有啊，什么事啊？我们查到嫌犯用这台电脑侵入别人的网络干案，相信是一名精通电脑科技的人。你这里附近有没有住着这样的人？楼下有一位邻居的儿子是电脑工程师，不过他失业一阵子了，最近好像刚找到工作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个单位？他叫 Gary， 住在楼下角落的单位。你最近有没有见到他？我昨天才在楼下见到他。哦，对了，我看到他驾一辆名车。他失业了那么久，照理说他应该没能力买名车。刚才我问他的时候，他在外面整理盆栽，还说自己没有这品牌的手提电脑。Gary 啊，有警察想问你东西。哦，来了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听其他居民说你是电脑工程师，对吗？对啊。这有什么用？失业都快半年多了。那为什么你有能力购买豪华轿车？什么豪华轿车？车不是我的，我只是跟朋友借来驾几天。可以带我去你的房间看看吗？你有用这个牌子的手提电脑吗？可是刚才我问你，你说没有，为什么说谎？哦，这个不是我的，我帮人家修电脑，忘了把 adapter 还给他。Sir， 厨房没有什么东西。你是不是把手提电脑丢进垃圾槽里了？没有。Police! We need to check this garbage bin. Sir. 你应该认得这个网站吧？1个月前，有人侵入曾庆发的无线网络，在网上刊登了招聘广告，并设立了这个网站，然后利用别人的户头，把来历不明的钱转到国外去。这个人是不是你？不是我。今天下午你发现有警察上门调查，你就跑回房里，把电脑丢进垃圾槽里，对吧？那台电脑已经送去修复了，很快就知道里面有没有犯罪记录，跟你也没有关系了。说吧，是谁指使你做这些事的？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没有人指使我。那你是怎么从国外得到这笔款项，然后又转到谁的手上？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问了。总之，我认罪就是了。是我登招聘广告，骗取别人的银行户头转账，这些全部都是我做的啊！是不是有人在威胁你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！你们不要再逼我了。你是不是担心对方会对付你？他说我妈会出事，你们能24小时看着他吗？你不把真相告诉我们又怎么能将这些人绳之以法？你也不希望你和你妈过着担心害怕的日子吧？跟我们说吧。好，我说，2个月前，我在网上认识一个叫Vanessa的女人，是她指使我这么做的。事成之后，会给我一笔佣金，我
我一时贪心，就答应他了。你有没有见过他？见过一次。他有在里头吗？对，就是他。是。哎，景泽，今天没跟燕琪一起下班吗？燕琪跟同事换了班，你是来找他的？只是经过，刚好想起他今天值班，所以就来等等看。那你为什么不要直接打给他呢？他最近都不接我电话，简讯也很少回复。可能他最近比较忙，所以没有时间回复你。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，麻烦你帮我转告他，我不会再打扰他了。拜拜。等一下，我问你，你是真心喜欢燕琪的吗？我喜欢他。其实，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只是少了了解对方的机会。也许呢，我可以帮你。真的吗？新鲜水果到 ，Madam Fruits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水果有丰富的维他命 C， 吃多了对身体有益，而且呢，皮肤会变成柔嫩 Q 弹的，而且还能补充水分。你这景嫂，我今天难得休假，你就放过我的耳朵吧。而且需要补充水分的人应该是你吧？很难讲的，可能突然间会有人想要约你呢。哇哦，这个人的台名真的很准哦。喂，燕琪，你今晚有没有空？有什么事吗？你知道台湾的地下乐团 Candy 吗？他们今晚在新加坡开演唱会，有没有兴趣一起看？你有 Candy 的票？我2个月前要买的时候都已经买完了。我有一个朋友跟 Candy 的主唱关系还不错，刚好都有2张票。我晚上可能有事，我等一下再让你知道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等你电话。可以拜。Candy 的演唱会耶，你为什么不去？我又没有说我不去，我只是担心晚上有事罢了。你晚上明明就没事，这么难得的机会，去啦！让我想一想啊。还要想什么？一场演唱会而已。哇，如果我是他的话，这么有诚意邀请你，你还说要考虑，我肯定会失望到要去。去啦！去啦！去！好，我怕了你，我去就是。去啊 ！Concert time！ 哇吼，打扮漂亮一点哈。Thank you。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印度餐，每一次一过来都会大吃一顿。没想到你也会过来这里。我听朋友说这里是很有名的，所以我也常来试一试。这里的玛莎拉鸡肉是我吃过最好吃的，配上印度煎饼，保证你回味无穷。还有，这个是印度香饭，可以和胡椒虾一起吃。试一下。谢谢。吃吧。你不会吃辣？会，只是跟你程度不同。如果吃不习惯，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吃。不用，你吃的开心，我就满足了。辣的话，喝水就好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喜欢这家餐厅？
对不起，之前我任何事是关于你的事。那 Candy， 坦白说，我之前根本不认识他们，但是前几天我听到他们的歌曲，才知道原来在台湾也有那么好的地下乐团。唉，我还以为我遇到知音了。3天前我的确不是知音，但是现在我真的对他们有兴趣啊，也很期待今晚的演唱会。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。那好吧，你把这碗吃完，我就相信你。好啊。哎，我跟你开玩笑的啦，不要那么认真。没关系，我本来就想学吃辣的。其实我很小的时候，我把辣椒当零食吃，结果辣的全身受不了。后来我对辣椒有恐惧症了。所以这一次你是想克服你的恐惧吗？只有恐惧才能打败生活。所以现在我要先打败恐惧。Only fear can defeat life. Life of Pi。你也看过这部电影啊？是啊，我很喜欢李安导演的电影，基本上每一部我都有看。我也是哎，听说他的新的电影年尾上映，到时候我们可以约一约。等一下，这不会也是诗诗跟你说的吧？不是的，我是刚刚了解才知道的。好。你干嘛？我可以知道你相信我为止。干嘛一直看手机啊？燕琪已经答应跟景哲约会了，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吃印度餐，然后赶去看演唱会。为什么那么关心人家？因为行程是我安排的，我在帮景哲追燕琪。这好像不太好吧？以我对燕琪的了解，她一向很清楚自己的喜好，她很讨厌别人多事帮她做主的。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他，所以才想帮他走出那段感情嘛。她有新的对象了吗？是旧对象。他好像还没完全放下你呢。不可能吧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在他房里看到你们当天的结婚请帖。如果他真的已经忘记你了，干嘛还要说那些东西呢？你们慢慢吃。他是不是听到了？我想是吧。对不起，我刚才不应该跟程宇说那些话 ，sorry。是我不好才对，忘了清了以前的东西，害你误会。等一下，我就会把东西丢掉，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。你真的没事？你看到我跟程宇在一起，心里不会不舒服吗？怎么会？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只要你们幸福就可以了。你不是去看演唱会吗？为什么那么早就回来了？不要说了，主唱彩排的时候受伤，演唱会被迫取消了。啊，那景泽没有带你去别的地方吗？你还敢说？把我喜欢跟不喜欢的东西都告诉他。他这次来是专程来找你的，这么有诚意，又是个正人君子，我觉得他是你喜欢的类型嘛。感情的事情，你让我自己处理好不好？我只是想帮你。只要你放下我和陈宇以前的事情，好好去谈恋爱，
这就是帮我很大的忙了。直接，我们已经抓到了嫌犯，也问出了幕后黑手，什么人？就是你们在找的方若婷。是他。不过我敢肯定，背后一定是赵学伟在操纵这一切，方若婷只是他的棋子而已。赵学伟处事谨慎，我们根本找不到他涉案的证据。而且，当计划失败了，他会马上跟手下切断关系，甚至杀人灭口。钟正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不过我们这一次只是差了一步，只要找到方若婷，说服他转为污点证人，赵学伟一定逃不掉的。前几天差点逮捕到方若婷，只可惜被人捷足先登。方若婷受了枪伤，又不能去医院，就算赵学伟不动手，我看他也撑不了多久。我们要尽快找到他。我这一组也增加了人手去找了，这次一定要逮捕到赵学伟，一定要让他为自己的罪行负全责。还有，帮钟正讨回一个公道。音乐盒已经修好了，请你们检查一下。哦。终于修好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哦，对了，我打开音乐盒的那一步时，发现了这把钥匙。老婆，明天我就去请假，过几天我就带洪熙到台湾打开那个保险箱。这么快？我知道你很担心我们，不过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好好的保护洪熙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你冷静的听我说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保险箱里到底有什么罪证。你这样轻举妄动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那你认为我该怎么做？公事公办，把钥匙交给你上司。明明马上可以解决的事，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呢？就算你再想逮捕赵学伟，也不能轻举妄动啊！别忘了，你还是警务人员。我以为你比任何人更了解我的心情，原来这只是我的错觉。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你，才会反对你私下调查。如果你不上报，由我来负责。你们怎么啦？你明知道我一直很想逮捕赵学伟，为钟正报仇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机会，你为什么不支持我，反而要诸多阻拦呢？因为你满脑子都是报仇，你已经失去理智，你已经没有一个警员该有的判断能力。我没有，赵学伟害了这么多人，他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难道我爸不是病死的吗？跟赵学伟有什么关系啊？快说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洪熙，这件事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说。好，你们不说，我自己去问。哎，洪熙，其实我一直在找的 boss 就是赵学伟。你爸坐牢后，他故意接近你，邀请你去画廊工作，目的是要威胁你爸，所以他不能把集团的事情说出来。我们也是在你爸去世后才知道的。
所以他接近我，对我好，都是假的。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残忍，让我把仇人当成恩人？我爸对我一定很失望，因为我们没有实质的证据，证明他是幕后黑手。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瞒着你的。是啊，红熙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爸讨回一个公道。对了，我发现你爸在台湾有一个匿名的保险箱，里头可能藏有赵学伟犯罪的证据。你是钟正唯一的亲人，只有你才能打开这保险箱。我是想带你过去台湾。不行，你这样会让他陷入危险。不会的，我要赶快行动，免得夜长梦多啊！怎么可以这样做？子杰，你他会很伟成啊！我爸被害得这么惨，我却什么都没有办法为他做，甚至还被人家利用威胁他。现在是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了。红熙，不是，子杰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好好看着红熙，她不会有事的。你找我？魏蓝天已经买了去台湾的机票，还联络上中正房子保险箱的金融公司，看来钥匙是找到了。什么钥匙？这件事我改天再跟你说。现在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。Matthew 又发烧了，你快回来，载我们去医院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们做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！他们会拿着孩子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Matthew，他们在这边，你要快去追啊！Matthew。谁在冷眼旁观微笑后的谎？谁在掩盖破绽，爱恨都不敢？当回忆不停向我呼喊，当理想被现实宣判，就算情感试图卡住手腕，面对贪婪我绝不心软。哦，自尊擦亮命运的双手，遗憾眼神写上我看似